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长相思预告片来了，杨紫以后要演老假人，这次又要引爆了。长相思是桐华的小说，一共有3个部分，要看《山海经》。革命将军香柳之间的恩怨。该剧由秦真统筹，杨紫、张晚怡、邓薇、戴露娃、王弘毅、谭健慈特邀主演。最近长相思的预告片来了，我们可以从影片中看到大量的数据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节目的服装非常敏感。预告片中，杨紫展示了几套礼服的布置，基本的男装、奢华的婚纱、活泼的小姐姐装。张晚怡饰演的小璇文静稳重，衣着硕大过度。邓薇饰演的涂山烬比奶狗还要沉稳几分。谭健慈的着装以她尊贵的白发和绚丽的面纱，尤其是紧紧抓住女英雄的脖子，给人一种霸道总裁的感觉。就情节而言，这部剧是一对3冠军的设置，有陈词滥调的勇敢女性设置，但它与传统的旧人体模型不太一样。读过第1本书的人都知道，长相思中勇敢的女人温小六最初就是尊贵的高辛王姬。勇敢的女人一生中有3个重要的男人，一位是她的堂弟轩辕齿轩辕，另一个是青丘的孩子涂山璟，最后一位是9头邪神香柳。2人不争不抢，就成了互相欣赏的同胞。从人设来看，往往会看出这个节目是另一个让观众感到不舒服的节目。杨紫的节目永远是有保证的评价，香蜜沉沉烬如霜，格外动人。亲爱的真爱就像是经历了热血沸腾的感情，如果不是太麻烦，教育别人尊重你的生活同样非常有名，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她的剧集知名度极高，而杨紫在其中的演技也同样惊人，所以观众对杨紫的节目的期待度格外高。这一次长相思送上看台，无数网友看到期待又是一场不稳定的秀。杨紫在往届暑期档的《沉香如渣》同样是比较作品，但反响并不好。这一次长相思沿用了顺从的方式，情节上比《沉香如片》还要精致。另有张晚怡、谭健慈的嫩意。有网友认为长相思的传播效果会优于长相思，沉香如片未佳。也有网友持否定态度，认为这部剧的情节过于陈旧，目前大众更青睐剧情新颖、速度快的电视剧。比如晚春的《苍兰诀》就以惊人的实力闯关，里面的艺人之前的演技不被看好，也没有什么热播剧，但由于剧情推进很快，所以传奇和冠军都有新奇的计划和很大的点缀。此外，让群众观看。看完长相思预告片，你觉得这部剧有可能引爆吗？02央视官宣长相思远离杨紫，却被男4的迷人白发惊呆了。老版人体模型名声大噪，《沉香如传》星光灿烂，《苍兰诀》3部热播，本应让财主大赚一笔，更让王鹤棣赚得盆满钵满。吴磊、何李云家喻户晓，瑞和众多不同的艺人所要传达的节目同样处于相聚的状态。一个特别酷的是，拿着迪丽热巴和龚俊主演的2部头等舱《阿乐人生故事》，以及与服华道一起出圈的《龙跃辉》这2部电影。该节目主动引发了观众的兴趣。271一册的狐妖小围棋明显更加引人注目。除了拥有一流的女强人杨幂之外，她还凝聚了胡连心、郭晓婷、魏哲鸣等几位当红艺人，设计非常吸引人。然而，制造厂并没有以这种方式落后。很快，肖战的同伙任敏出演了玉骨遥。满的。这一刻，杨紫的长相思同样被央视权威宣布，4个输家的网罗对勇敢的女人很有吸引力，会不会在某个时候成为工厂的新宠？杨紫搭档金牌编剧，打造传奇爱情。在长相思中，生活在野外的高辛王姬逍遥借助杨紫演绎错位认错，历经100年磨难，她在清水镇落脚，变成了温小六。故事其实这部剧的看点就在感情戏上，有4种情感：青春情侣，2人奔跑，爱情却不再结婚，约定结婚。说白了，这与当年认购低谷的知名度相差甚远，而4位男主也有各自的骄人业绩，绝对能满足女性观众的心理愿望。
情节可能非常可观察，每条情感线都是不同的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不过这种剧情最大的忌讳就是把女主写成一个情绪不稳定的海王。该剧的编剧桐华一月成为作家，他的顾问作品如《心碎沙漠之歌》《最美的时光》等都被正确的改编成影视作品，改编后获得了多方面的关注度。通话也是圈内特别有名的生活，有通话作为编剧，文笔有钱，对这部剧也有很好的保障。不过这部剧最大的噱头当属女主杨紫了。杨紫在出演了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之后，就喜欢上了历史傀儡圈内的一个领域，而且她的出场能力比起同期的小花来说已经相当了不起了。有了双 buff 加成，她几乎是无敌的。虽然青簪现在已经不播了，但她的搭档成毅的沉香如屑也变得非常火爆，也给了杨紫一份正能量的祝福。新剧预告中，杨紫状态一流，她穿着温和的纱布，留着发型，赌钢琴的时候，她一出现，笑得很灵动，完全是少女感。杨紫的出场能力还是可以打的。预告片中有她和张婉怡痛哭的爆炸场面，杨紫很少能操纵她的面部表情，将角色的悲伤翻译出来，这才缓过神来，抱住了张婉怡。头痛和哭泣使人感到心碎，所有的个体都是精确的出现，男性4号是可取的。本来看这部剧是针对女主杨紫的，不过这次只能说她是文赌的，看了预告就可以保留。没想到杨紫会爆出来，不过我是男4号谭健慈，白发帅哥显得惊艳。谭健慈出身男团偶像，长相却能抵挡特写。在与金世佳合作出演《猎杀指南》时，谭健慈凭借鲜明的长相获得了一众粉丝。可以很结实，但眼睛却很柔软，中和了他的冰冷，显得很吸引人。不过古装当然是最能惊艳男人的常客了，谭健慈还是能抵挡得住的。他演绎的香柳是靠女主无法珍惜的人生。预告片中有一个场景，一定是两人的分道扬镳。女主杨紫尤其心碎，泪水顺着她的身后落下，而与此同时，对面的谭健慈现在也没有好好操纵她的泪水，从眼角滑落。忍耐和沉默的表情填满了她的脆弱。虽然变成了男4，但是和女主的身材还是很搭的。谭健慈虽然个子不高，却能给人类带来如玉一般的异乡情怀，而他的儿子更是世间绝无仅有。他的眼神不悦，却又倔强，这严谨显然非同一般。但这简直就是剧中谭健基最大的不寻常的时尚。真正的传说是戴面具的白发时尚。按照推干的说法，香柳是9头魔，白发必然是她的独特装束。而且我也能体会到，谭健慈脸上的妆容可能格外浓重、淡薄、纤细，特别有一种精灵般的感觉。眉目如画，衣高过雪，玉树临风雅，这是真的。关键是这个假发非常好，我很幸运我没能做到与玉龙的古色古香的方向相呼应。这种时尚是可以控制的。谭健慈这一波分明是要杀了他。根据代购文章的说法，女主和香柳之间的感情也很深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。而这部剧中对面的3位男主也都长得帅，演技也不错。张婉怡在《觉醒时代》中的整体表现在我的记忆中依然闪闪发光。她显然是直立的，她的神色也同样僵硬，一丝不苟。不过张婉怡对这部剧的看法只能说是勉强。头盖骨的过度顶峰简直太突兀了，脸肯定还是被扇了一巴掌。扮演国王也很合适，只是现在已经不能最大限度地展现他的容貌了。有些遗憾，饰演涂山璟的邓伟，因为在《玉龙》中演了男2男1号，就在那个时候出圈了。他属于一向稳重得体的长相，瘦削的脸蛋在装扮剧中也格外出彩。他属于那种温和痴情的男2。最终，他和女主角的功能走到了一起。借助王弘毅演绎的《赤水丰隆》，一定是女主的姻缘。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再宣传自己的长相了，但从预告中可以看出，他有着惊人的容貌和深邃的五官。他并不总是不如这个由帅哥组成的组织。也许会想知道新剧中的目标市场。总而言之，剧集《长相思》是沿袭了代购存货的时尚。选择4位男主中的1位，肯定会让少女心爆棚。
编剧的度数对了，良好的判断力有保障。剧中历史悠久的拉手木偶洋子堪称神器，粉丝群庞大，个人口碑和流量、到场和出场能力都是在线的。男主也足够讨人喜欢，谭健的白发时尚显然是惊人的。看来制鹅单位显然卡住了王状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